好，我是台风天妈妈。最近天气渐渐炎热，这次我要来做1周5日211一锅到底。每一锅都只要洗2种蔬菜，再加1种优质淀粉，再搭配自己喜欢的肉类，全部丢下去，这样子就完成咯。我个人觉得还不错吃，汤头也很鲜甜，也很适合租屋族或者是单人料理跟上班族，或者自己在家带小孩的妈妈们，中午不知道要吃什么，这个也还蛮方便的哦。第一款要做的是玉米红萝卜牛肉汤，重点全程无油烟，方便又快速。顺便放一点番茄，汤头可以更甜，而且可以更营养。不喜欢的人不放也可以，像我本身很喜欢喝汤，放一点番茄，带一点酸酸的，在夏天还蛮开胃的。在炎热的夏天，会有许多人对于热汤敬而远之，但这样的观念反而是错误的哦。为什么呢？待会后面会再跟你们说。我先把这些蔬菜下去先熬个10分钟。牛肉片先汆烫一下，这样等一下汤头比较清澈。也可以放猪肉片。汤头熬了差不多了，加入适量的盐巴。你们想想看，在体感温度比较高时，突然间喝下过冰且大量的冷饮，会导致血管急骤收缩，反而会增加高血压的风险哦。如果可以做到的话，尽量少喝过冰的冷饮。有菜有肉又有汤，哇，太过瘾了！夏天在冷气房吃这个也很不错，可以搭配自己喜欢的蘸酱。喝汤还可以增加免疫力，我们身体的机制会储存好的养分，可以为秋冬先做好准备打底，等时候到了再喝，效果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好。在夏天喝热汤反而还可以预防中暑。当然不是说喝很热的，是个人可以接受的温度就好。我自己都会等汤放凉一点再喝。第二道我要煮的是莲藕冬瓜海鲜汤。这个莲藕大约切0.5公分的厚度，等一下跟冬瓜一起丢下去，熬个10分钟左右，再放其他的料。冬瓜不要切太薄，也是要稍微有一点厚度，起来才不会糊糊烂烂的。等一下都看不到东西了。比较耐煮的蔬菜先放下去熬汤，汤头滚得差不多，就把虾子丢下去。等虾子变红就可以了。最后再放入叶菜，打个蛋。青菜随意放自己喜欢的也可以。哇，营养加倍！调味一下，鲜美健康的汤头，忍不住现在就让我想喝了。第3道我要煮排骨南瓜蔬菜汤。这个娃娃菜大家不晓得知不知道，上面切开以后，一片一片最顶端的部分会滑滑的，所以我都会多搓2下。这个奶油白也是最顶端一片一片白白的部分也是会滑滑的，所以我都会搓一下。像刚刚前面那个大陆妹啊，还有卷心白，我觉得也是会有。这个部分不知道的人，大家可能需要多留意洗一下。另外这边我先把排骨汆烫过，前面的影片也都有提过，只要是肉类我都会放姜片跟米酒去腥。我先把排骨下去熬汤，大约10分钟左右，也可以买自己喜欢的部位。接着放入南瓜，呈现透状就可以丢入叶菜类了。我觉得这南瓜感觉好像地瓜哦。去买的时候老板娘介绍我吃吃看这一种，它是葫芦状黄皮的。这一款南瓜的口感很滑，不错吃。第3道排骨南瓜蔬菜汤，这样就完成了。第4道我要来煮香菇山药鸡，搭配茭白笋，不一定要用干的香菇，鲜香菇也是可以。
台湾跟进口的蔬菜百百种，只要搭配自己合的口味就可以了。不过有些蔬菜味道会比较重，所以就没办法任意搭，这样味道可能会不太好吃。记得有一次我把甜豆搭配高丽菜一起炒，我就觉得味道不是很好。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觉得现在的物价、房价都越来越高？不要小看自己在家煮，一天100块，累积下来1个月也是很可观。更何况有的家庭一家4口，一餐400块，1个月下来就12000了。而且我讲的是只有一餐而已哦。这一款大成去骨鸡腿我还蛮推荐的，我已经回购2次了。它不仅有独立的真空包装，而且肉也不错吃，没有肉腥味。真空包装的好处是它可以延长保存的期限，不用说买回家急着几天内就要把它用完，而且养分也比较不会流失走味。不晓得大家是否也曾跟我一样，去超市或到传统市场逛个街，东买西买，回到家以后好累，不想煮。真空包装就还蛮好保存的，不会有赶快煮完的压力。山药、红萝卜、香菇先放下去，滚了熬10分钟以后，再放后面2种蔬菜，最后再把鸡肉放下去。第4道山药香菇鸡好咯，香喷喷，等放凉一点再享用吧。最后一道我要来煮玉米黄瓜鲈鱼汤。大黄瓜里面可以把籽挖掉，我这边保留一点黄瓜皮，因为暗绿色的瓜皮是精华所在，它有抗氧化和维生素 C， 在夏天也可以帮助排毒跟预防便秘哦。苋菜跟海鲜类我觉得都还蛮百搭的，它有丰富的铁跟钙，营养价值也非常的高，但它是属于凉性的菜，像肠胃虚寒、功能较弱的不适合吃太多哦。这个鲈鱼切的时候尽量切大片一点，以免煮熟后容易散掉。我先把大黄瓜丢下去熬煮，一样差不多也是10分钟。忘了放玉米，要跟大黄瓜一起放。夏天很适合瓜类，如果不喜欢黄瓜，也可以放丝瓜或冬瓜。蛤蜊我事先涂好沙了，喜欢虾也可以一起放，没放也没关系。不想做麻烦的料理时，煮个缩小版简易的汤，轻松简单的料理，有助于持续做菜，健康又卫生。最后撒一点米酒跟香油，风味有更加分哦。好鲜的味道，全部的营养都在里面。希望能带给你们帮助。以上5款用煮的211一锅料理跟大家分享，你们的方式是怎么样呢？真心也欢迎期待在下方留言哦。喜欢的话别忘了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给你的亲朋好友哦，感谢您。